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。他凭一己之力烧制上千块红砖，在野外仅用3天时间搭建出气派的红砖小屋，不仅有温暖大气的粘土壁炉，还利用天然的树枝制作鱼竿，捕获到钓鱼佬羡慕的野生大鲤鱼，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爽。由于之前搭建的庇护所过于狭小，让阿北翻个身都很困难，无奈的他只能背上背包再次启程，在野外重新寻找庇护所的搭建地点。考虑在野外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水源，于是阿北在眼前瀑布下方停下了脚步。这里不仅有源源不断的新鲜水源，而且还有池塘里的小鱼可以享用，用来搭建庇护所就相当不错。随后阿北放下心爱的小背包，先将带来的工具好好打磨一番。要想在野外搭建出可居住1000年的家，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平整的地基。为此，阿北先砍下遮挡阳光的树荫，让他好看清附近的大致地形。等将碍事的枝桠清理出去，阿北就急忙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。本想将碍事的巨石统一拆除，可奈何这里的石块太过坚硬，让阿北换上凿子足足拆了2个半小时，也仅仅才将巨石的顶部凿平。为了让新家拥有足够平整的地基，阿北只能在小溪捡来这种较大的石块，徒手堆砌出新家的底座。考虑牢靠的地基少不了粘合剂辅助，只见阿北又在野外收集来大量粘土，将其运回营地之后，通过82年的山泉水进行搅拌，从而打造出纯天然的野外版混凝土。接着阿北将调配好的粘土涂抹到巨石上方，而后取来之前收集的石块层层堆叠，利用粘土搭配石块的稳固性，由此搭建出新家地基的挡土墙。等用石块堆砌好新家的底座之后，内部凹凸不平的基坑还需用土壤加以填充。为了尽快住进亲手搭建的新家，只见阿北背上粉红色的小麻袋，麻溜的在野外扛来大量黄土。据说这种黄土的价格十分昂贵，在当地每500克就有1斤。利用土壤将基坑的内部填平之后，只见阿北又在远处取来一节木桩，通过手臂的力量不断拍打，让地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平整度。考虑之前搭建的庇护所总是不够牢固，为此阿北决定设计出一套坚实的外墙。只见他先在野外找到一棵躺平的树熊，而后利用木锯切割出一节树桩，顺势为其做上一套包皮处理之后，接下来就可以打造烧制砖块的模具。只需将原木切割成厚度一致的木板，接着在衔接处打入木栓加以紧固。眼看有了趁手的工具，阿北也麻溜地开始了砖块的制作。只需将调配好的粘土填充到模具当中，并用刮板去除掉多余部分，脱模后就能得到四四方方的土砖。阿北就这样一口气制作出好几十块。等到次日粘土干燥完成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砖窑的搭建。虽说整个过程看上去简单，但实际却十分考验搭建人的体力。好在阿北今年28，野外经验30年，仅2个半小时的时间，阿北不仅将砖窑的主体搭建完成，还提前预留好排烟的管道。看得出在泥瓦工这一方面，这小子起码有5坤年的功底。随着预留好烧制红砖的大门，砖窑也顺利来到了封顶环节。只见阿北拎着巨胸来到野外，特意收集来这种笔直且粗壮的树干。虽然身在野外困难重重，但只要你肯吃苦，就会有吃不完的苦。等将收集来的原木运回营地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将砖窑完成封顶。只见阿北利用眼镜测量好需要的长度，而后就麻溜的启用锯胸开始切割。切割好的原木在围墙上依次排列，并顺势使用粘土涂抹，直到涂抹成宛如镜子一般的平整度。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看起来好看，实用性不强。夏日的阳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球，也没能阻挡阿北搭建的进度。随着烧制红砖的砖窑打造完成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庇护所的搭建。只见阿北先是按照之前的方法制作出上千块用来搭建的土砖，接着在原木的表面刮下木屑，升起篝火测试下烟囱的通风效果。随着砖窑里的烟雾顺利排出，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。为了舒舒服服挨过野外的第一个夜晚，阿北打算先打造出一个临时床铺。只见他在野外收集来大量枯萎的松针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地铺设到砖窑里面，接着只需铺上在家带来的睡袋，就是一个相当舒适的临时小窝。完事后，阿北在池塘里洗去一身的疲惫，而后就安详地睡了过去。等到次日一觉醒来，阿北将晾晒好的土块统一放进砖窑，打算在今天完成砖块的烧制。昨天铺好的松针也刚好可以成为烧制的燃料，只需在内部摆放好足够的土块，接着在中间塞上干燥的木柴，最后再利用粘土将洞口完全封闭。这样不仅能让燃料燃烧得更加充沛，同时也能让红砖烧制得更加均匀。
等待第一批红砖烧制的时间，阿北又用模具制作出更多土砖，为接下来打造庇护所做足准备。完事后，阿北取来一张木板，考虑砖窑内部的火力可能不够，所以他决定再制作一个鼓风机出来，只需在木板的衔接处打入木栓，而后利用野外板圆规画出规整的圆形。不过要想让扇叶成功转动，还需用木桩制作出一个转动轴。这项工作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有些复杂，可对于拥有2年半野外经验的阿北也很复杂。扇叶制作完成后，接着取来之前打造好的外壳拼在一起，同时在外圈安装上一层竹片，防止内部的风力离家出走。随着再为鼓风机装好把手，阿北迫不及待地来到砖窑测试效果。砖窑的红砖就这样烧了1天1夜，阿北也在一旁转了一晚上的鼓风机。并不是阿北年轻体力好，而是找不到地方可以睡觉。初春的雨林如同一幅绿意盎然的画卷，但阿北却来不及欣赏。只见他取来一些粘土搭配石块，为庇护所制作出回家的阶梯。考虑到这里将要成为永久居住的家，因此防水的问题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得以有了一旁搭建的砖窑，所以他打算再用粘土烧制出一些瓦片，只需在原木的上方开出卡槽，而后在竹篾的两端绑上一根鱼线，用来去除多余的粘土。完成瓦片模具的制作后，阿北又在上面撒上了一层草木灰，防止粘土和模具粘连在一起。为了尽快住进亲手搭建的新家，阿北就这样一连制作出上百块瓦片。此时砖窑里的红砖也烧制完成，阿北急忙将它们都取了出来，而光是从这规整的成品就可以看出，这小子是真的很有2把刷子。随后阿北将制作好的瓦片放入砖窑，让它们继续在炉内进行烧制。眼看天色逐渐变得昏暗，阿北又在野外邀请来几根原木，在平台上搭建出今晚的临时庇护所。本以为他今天要早早入睡，没想到5分钟就装不下去了。只见他来到小溪拜访了一下蛙兄，随后就带回了蛙兄送给他的见面礼。接着阿北用竹签将他们紧密串联，而后就请到壁炉里热情款待。年轻人就是这样，白天的时候励志减肥一口不吃，到了晚上安慰自己再放纵最后一次，很不自律，像我一样。随着第二天一觉醒来，阿北先是加热了一下蛙兄补充体力，而后就投入到了庇护所的搭建。都说底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为了防止打造出的庇护所被台风刮跑，只见阿北先是在一圈刨出1掌深的基坑，而后取来粘土和红砖依次向上堆砌。整个过程看上去复杂，做起来确实很不容易。期间不仅要拿捏好墙壁之间的水平高度，还需要提前预留出壁炉的空间。好在阿北今年28，工地经验30年，就算没有任何图纸，到了他手里也能化繁为简，有序的进行。等在两侧预留好门窗的位置，围墙也很快来到即将封顶的高度。考虑自己的海拔不够，于是他在野外邀请来几根原木，接着在合适的长度严谨裁切，顺势在衔接的位置打入木栓之后，就能制作出一张气派的实木大床。不然你以为是啥？随后阿北将粘土涂抹到壁炉四周，并用胶泥制作出灶台的锅架。等解决完用餐前的准备，阿北就麻溜地开始寻找今晚的食材，途中却不小心偶遇了蜜蜂的洞穴。阿北当即感谢了大自然的馈赠，没想到打开之后里面却啥都没有，怎么拆的又怎么给人家装回去？但好在荒野不负有心人，在阿北一番耐心的寻找之下，成功在一旁发现一窝鸟蛋。作为荒野界讲究一点爱心的男人，阿北还贴心的给人家留下一颗。随后他将收集来的鸟蛋带回营地，接着取来一节竹筒对半切开，只需利用竹竿充当烹饪的炉具，就能制作出富含高蛋白的水煮蛋。由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阿北在简单的补充完体力之后，就躺在床上安详的睡了过去。等到次日一觉醒来，考虑当前的庇护所过于通透，阿北决定在今天完成庇护所的封顶工作。只见他先给床架的上方装好木板，从而制作出用来搭建的脚手架。不过在正式开始动工之前，还需将昨晚烧制的红砖和瓦片取出来。随着将烧制好的红砖转移至屋顶，接下来就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，将围墙一圈圈的不断垒高。考虑平整的屋顶可能会出现积水问题，阿北还贴心的将屋顶设计成中分结构，这样无论是便于雨水滑落，还是颜值都能有不小的提升。等确定好庇护所屋顶的高度，阿北也顺势取来2根原木。只见他先给地面刨出基坑，而后在内部填充上岩石充当底座，拼接起来就是新家的观景门廊。只不过考虑到整体的坚固性，衔接处还需打入木栓加以紧固。随着给门廊以及屋顶安排上船子，并将多余的部分整体切除之后，阿北又在中间安排上一根厚重的原木，顺势在衔接处覆盖上一层粘土。
确保新家住上10年都不会垮塌。眼看做完了密封屋顶的准备工作，随后阿北就收集来充当领条的竹竿。都说在野外就要懂得利用附近的资源，这一方面阿北可以算是运用到了极致。等将收集来的竹竿运回营地，只要将其处理成长度合适的竹片，安排到屋顶就是固定瓦片的领条。尽管这里没水没电，交通不便，但对于社恐的阿北来说，无疑是最舒服的生活方式。完成了领条的固定之后，阿北也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取来渔瓦在屋顶一片片紧密铺设。为了防止雨水从窗户渗进室内，阿北还按照屋顶的结构为窗台打造出同款的中分窗檐。随着庇护所渐渐有了家的模样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室内的装修。为了在野外也能睡得安稳，阿北打算为自己制作出一张实木大床。好在只有独自一人，床的面积就不需要太大，简单的木桩搭配上2根原木，并在表面固定上几块木板充当床板，再加上旁边还紧邻着窗户，晚上躺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就很不错。只不过考虑到野外的蚊虫问题，窗台自然少不了可开合的门窗。只见阿北用专业的手法进行测量，而后取来木板用木栓加以拼接。随着在固定到围墙之后，庇护所也仿佛多了一种王霸之气。为了防止附近的野生朋友不请自来，当然也少不了大门的制作。毕竟阿北隔3差5的就给自己加餐，少不了小肚鸡肠的野生朋友前来报复。得以有了之前门窗的制作经验，阿北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许多。随着在给大门装好把手之后，阿北就又踏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。只见他先在河边收集来一些田螺，接着将其捣碎制作成捕鱼的诱饵，顺势给天然的树枝绑上鱼线之后，阿北就麻溜地化身为复仇者，对着池塘里的小鱼发动攻击。作为拥有10坤年野外经验的男人，阿北在钓鱼这一块从不空军。顺带在河里将小鱼处理干净后，他就急忙在壁炉中升起篝火，而后利用制作好的竹签，将鲤鱼挂在烟囱顶部进行烟熏。这样不仅能让食物存放的时间更久，而且味道也是十分鲜美。眼看庇护所里飘来了美食的香味，阿北也开始享受今天的第一顿美食。享受美食的愉悦洋溢在他的脸上，每一口咀嚼都仿佛在品味生活的美好。羡慕妒忌的我呆坐在屏幕面前，每一眼都是阿北带给我的眼红与心酸。考虑当前新家的地面还是一片泥泞，次日阿北在简单的补充好体力之后，转身就踏入了地板的制作。得以有了之前打造的砖窑以及模具，只需将粘土填入并去除掉多余部分，接着再将其统一放置进行晾晒，等待粘土干燥的时间。只见阿北取来一节树桩，而后将其切割成规整的圆形，最后在底部安排上转轴之后，就能打造出制作手工陶器的转轮。作为荒野界最要强的男人，阿北并不满足于单调的荒野求生，即使在野外也要追求最高的生活品质。简单的手抓饭已经无法满足他对野外生活的追求，顺带制作出陶锅所需的锅盖之后，就可以连同制作好的地砖一起烧制。眼看庇护所越来越有家的感觉，为了进一步提升野外生活的幸福指数，只见阿北取来粘土搭配红砖，在门廊前安排上通往洗澡间的阶梯，而对于不安全的转角处，还需安装上一圈扶手作为安全的保障。但要问没有铁钉怎么办？答案是不用。得以有了近些天的野外经验，阿北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榫卯结构。只见他先在原木上开出互补的凹槽，而后借用野生木锤的辅助，让框架达到百年好合的效果。最后再为楼梯安排上同款的扶手，以后无论是坐在门廊钓鱼欣赏美景，还是作为通往洗澡间的阶梯，都是一种十分不错的享受。眼看庇护所的搭建到了收尾阶段，阿北也顺势取出砖窑里烧制的红砖，利用粘土充当美缝剂，沿着室内的边缘一块块紧密铺设。这严丝合缝的手艺，在我们老家工地起码510天。完事后，阿北将烧制好的陶锅清洗干净，接着在池塘里邀请来做客的鲶鱼，洗净切块后请到壁炉里宴请款待。这样令人羡慕的生活，谁看了不想给他找个班上呢？